接下来的留言会比较辣一点。来啊！他真的是我念出来嘴巴也是有点软。自以为打得很厉害的人都不会想分享，很不人愿，这种人被夹杀也不意外。我先走了。好消息，小 P 战队福利全面大提升啦！从现在开始，我们的战队福利从原本的每个月$2000加码到$5000，包含了全新的锦标赛积分榜及首月战队任务，并且我们加开了免费战队锦标赛的场次以及增加奖池。每周的锦标赛积分榜第1名可以获得$200。假设你连续4周都获得第1名，自己算一下。任何最新的战队资讯以及锦标赛积分榜排名都在小 P 的扑克世界官方网站，现在就点击资讯栏加入小 P 战队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今天我们要来回顾2022年讨论度比较高的几支影片，并且我们会找一些观众留言来做回复。那小 P， 今天我们不只是单纯就只有回复留言了，今天我们有个游戏规则，我会负责念出粉丝留言的问题，有可能不是问题，还有可能是攻击我的话。未必，就是可能想要对你说的话，然后我讲出那个留言，你可能就是要给我一个反应。如果是问题，你就要回答；如果是想要对你说的话，你也要对他说一句话，就是你要做出反应这样子。好。然后如果说你回答的很烂，或是你露出那种哈的表情的话，我们只要每 miss 掉一个留言，我们就会累积一个礼物，然后最后会抽出来送给观看这支影片的观众。那我们这边就是先打个预防针，今天有些留言可能不是问题。筛选的过程当中，如果你选到他，对不对？你就辣，有点昂的话，比较辣一点。对，就是要先给你打个预防。好，那我们看到的第一支影片呢，是这个 WSOP 线上金手链这场赛事呢，对我来讲应该是记忆点最深的，毕竟去年呢就是这一场777买入，然后获得第1名，大约是$115,000。那我自己在这一支影片呢，有做一个全决赛桌的记录。OK， 那我们就进入这一支影片的粉丝留言。那前面的就是比较一些轻量级的。他赢冠军还能被讲什么？打不好吗？首先第一个留言 ，Jack 说：“原来 Pitchen 是你啊？”是我啊？不是啊，不是啊，不然是谁？下一个留言是俊宇说：“屌爆，希望多直播。”可以直播啊，我们其实一直有在考虑，但是直播的话，第一个就是要延迟手牌的问题嘛。那我自己有想过挑战一些其他玩家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简单来讲呢，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在我自己的特定时段呢开4桌的比赛，达到特定的目标，譬如说在这2个小时之内呢，我要炸胡超过5次，或者是说翻牌前选择一个比较诡异的平跟策略5次，然后看看结果会是怎么样。那还没有制作，但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观众挑战，开放斗内，比如说1000块，然后这个直播要炸胡5次这样。可以。或者是有吃法。那下一个呢是 Mark 说：“祝贺，请问手链是真金吗？”我觉得它应该是镀金的，但这个要请专业人员去鉴定一下。以我知道的是镀金啦，应该不是全部都是纯金。大家如果这支影片底下很多人想要知道的话，我们就拍一支影片直接去鉴定这个。松饼问说：“这个留言我有点看不太懂。”小 P YYDS 永远的神啊！永远的神 YYDS 你怎么会不知道嘞？中国用语啊！这支影片变成攻击摄影师。那你跟粉丝谢谢。好，下一个 Andy 问说：“请问打比赛会有人带吗？”这边指的是金手链的部分。有，我自己去参加这个现场比赛的时候，尤其是 WSOP 的时候，所以我有看过人家戴金的戒指跟手链，都是这个冠军才有的。所以实际上很多人会把它带去赛场，但是是一个炫耀啦。我在猜，他除了比赛期间应该是不会戴。那小 P 有2条，要左手1条，右手1条。戴在脚上啊。接下来命问说：“小 P 第1个金手链是哪场赛事？想去搜搜看。”这一支是2021年在美国 WSOP 期间我参加了一场深筹赛，然后那场买入呢是$400，然后获得了冠军，那是我的第1条金手链。我没有录影，为什么没有录影？因为我用手机打，我的电脑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打 WSOP.com， 那手机打呢就没办法录影。但是他要查是查得到，但那个是在 WSOP.com 的成绩啊，所以你 ShotScope 要搜寻另外一个 ID 才查得到。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第2支影片呢
呢是去年我在 WSOP 期间参赛的$1030买入的 SNG 全纪录啊。这支影片呢大约有25分钟，然后到最后呢，我是跟一位老先生进行了单挑，那他的筹码量呢，他是我的2倍。大家跟我提了一个很好的协议哦，就是奖金直接对半分，包括这个 Last Longer 就是一个额外的一个赌注。然后这支影片的讨论度也非常的高，原因是因为大家都对于这个 SNG 有兴趣，包括我自己呢，每年 WSOP 的期间呢，都会参加非常多的 SNG。但是有一个坏消息，就是这个 SNG 呢即将走入历史啊。2023年之后呢，听说是不会再办这个 SNG 啊，是因为它有一些问题啊。因为这个赢得冠军的时候呢，它其实是给你这个筹码，就是美国政府扣不到税，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东西给取消掉，至少暂时是不会回到赛场上。王大中说，如果算筹码分钱要怎么表达？算筹码分钱的话，你可以说问对方要不要 chop 或是 deal， 他们其实都应该听得懂。然后他如果说 yes 的话，你们可以再接下来根据筹码量，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比对方强，或者是你不好意思呛说你比我弱啊，你就说那我可能想要多一点，然后看对方要不要同意这样子。假设说如果遇到对方不同意的状况呢？那就只能打啊。对，打他吧。不是打他，打牌。那遇到这种状况会有玩家不爽吗？就是如果被拒绝。会啊，会很失落啊。但有的时候我必须要拒绝人家，因为人家就是打得比我差，或者是说他筹码量就很少，可是他要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例如说起始筹码，因为有诗人嘛，所以我有9倍的起始筹码，他只有1倍的起始筹码，基本上他就立刻就要淘汰出局。然后他可能说，我虽然只有1倍的起始筹码，可是我要2个买入或者3个买入的奖金，那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基本上我都会拒绝。然后他们输的时候就是一副很可怜的样子，但是打扑克就是这样子嘛，就是只有一个赢家，所以是不能够心软。旺说，请问想到网上打 poker， 能推荐一下比较安全的平台吗？我觉得网上打扑克呢，最大的方向呢，就是找越大的平台越好。原因是因为越大的平台呢，它的人数越多，它越安全。然后我觉得不管是客服啊，或者是各方面的这个流程都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会推荐找几个比较大的线上平台打。那在台湾的话，现在应该有的话只有 N8。那 N8上面有很多的免费赛，然后如果你加入我的战队的话呢，还有很多额外的福利，所以记得加入小 P 战队。又突然开始。下一个呢，也算是一个问题。Jamie 问说，到底为啥每次 T 恤领口都那么松？我的衣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习惯去买新衣服嘛，我的衣服都是别人买的，因为你就上下楼打牌嘛，所以没有人在乎你穿什么嘛，所以我就会固定穿一件。可是我们在乎啊。然后还有一个习惯是因为我习惯在休息时间去运动，所以我尽量穿的衣服呢都是可以直接穿去健身，所以我就不会穿衬衫，就会穿那种就是运动过然后穿很久的 T 恤，然后就会松松的这样。但你要想一下你最近的改变吧。最近因为很多人帮我买衣服，所以我现在有很多种风格，然后就是只要谁帮我买不一样的风格的衣服呢，我就各式各样的衣服可以搭配。领口也变得比较紧实了。变紧实了。对，大家会看到以后未来的穿衣风格很百变这样子。所以我买什么你就穿什么。买什么就穿什么，是。确定吗？观众也可以帮我买衣服，你想要看我穿什么，可以帮我买衣服寄给我。不负责哎。好荒谬。下次打比赛会不会一堆人送？你想要看我拿什么包啊，你都可以送给我，我都会拿。我帮你曝光啦，我帮你曝光，可以客制化啊。你想要我穿什么，寄给我。小 P 去年有说啊，就是如果今年 WSOP 看要不要穿女装去参加女士赛。有机会，有机会。如果大家这个要求够多的话，好不好？看是几万订阅的感谢季，我们可以参加一次这个1万美金报名一个$1000的赛事，我们花10倍报名费参加女士赛，然后穿女装。可以。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一支影片呢，是我在去年的期间参加台北 APT 86000台币买入的豪客赛。唯一比较有的一个记忆点呢，就是牌桌有位玩家，他可能是没有太多参加赛事的经验，尤其是现场赛事，所以他越位提前弃牌，然后惹出了一个争议。那这支影片的话，大部分的观众都在对这个争议点做出回复，所以这支影片的亮点是在这个地方。WZ 唱什么？他留言说，新玩家因为好玩来参加扑克赛事，结果犯了一些小错，导致现有老玩家不满，而马上接受惩罚。该玩家以后就不想花钱来玩了。如果不包容，极有可能是老板或者是局的新玩家的情形持续发生，这对扑克圈来说是好事吗？好，我跟你讲，我对这个超级有想法。首先呢，我觉得在一个良好的扑克环境呢，新人呢他应该要有一个赛事可以去让他参加，比如说一些新人赛或是免费赛。所以我也希望各个扑克协会呢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新人赛事，同时他们也可以训练他们的新人荷官。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区分呢？原因是因为在国际赛事，不管是在大型赛事就算你是去到东南亚的国家，柬埔寨或是各方面，包括我们在最近台湾的 APT 的赛事，我敢说呢，现在你只要是
是违规，不管是任何形式的违规，它都应该是至少要停罚1手牌，这个是很合理的。就好像说任何的违规本来就是应该要立刻接受处罚，那这个处罚呢，它也不会直接是让你损失参赛的资格嘛，它就停罚1手牌。但我觉得这个惩罚呢是很轻的，那也会让你知道说在牌局中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做出这样的举动。那我觉得这样是很好的，包括我自己，我可能就是稍微打8个小时、10个小时，我可能失神了啊，前面还没动作我就提前弃牌。那这个时候呢，我被处罚，当然我也会觉得不是那么舒服，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那对于新手玩家的话，他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他可以更快的知道说原来这个是不能这样子做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他下一次的话，他会更容易进入到这个状况。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他不需要说每个玩家要去攻击他、去骂他，这应该也不会发生啦。我觉得就是荷官或者裁判需要跟他讲出正确的道理，然后他知道这件事情，重点是在这个地方。这位网友留言，他可能担心的点是说，因为这些惩罚，所以有些新手他可能之后就不想再来玩。那这对扑克圈来说是好事嘛？他可能担心的点是这个。但我觉得真正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兴趣，不会因为这一点事情就不玩。就好像说我第一次打麻将的时候，我也会相公啊，所以我之后就不打麻将了嘛，也不会嘛。就是你相公一次，你就知道哦，原来补牌要记得补啊，原来这个游戏流程是怎么样，下一次就会知道说要记得补牌嘛。所以我觉得扑克跟麻将跟任何游戏一样，就是你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之后，因为这个错误的惩罚，我觉得你会更有意识到要学习到什么是正确的。下一个留言，北京烤唐老鸭问说，请问小 P 影片中的 UTG 玩家被判罚1手，下一手会轮到大盲，他被罚1手的话，需要放大盲跟 NT 吗？要，不管你是在什么位置啊，你只要被惩罚的话，被停几手牌呢，它就会照着这个位置继续停牌。比如说你在大盲位的话，你就是放了大盲前注，然后并且你不能玩这手牌。如果说你是在bottom位的话，当然你就是停牌1手，他会放你的牌，但他把你的牌收走，因为你在bottom位嘛，所以你不用放盲注。所以就是根据你的位置，然后来做收取盲注的这个动作。下一支影片呢是这个满万订阅的粉丝见面会，这个影片对我来讲记忆点也是特别的深刻。它不是一个扑克赛事，它是在我们去年的满万订阅的一个特别企划活动。那我们邀请了10位粉丝到台北的一个迷你高尔夫的场地，然后进行一连串的游戏，包括一些扑克的问答啊。如果说你未来也想要跟我参加类似一样的活动的话，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你想要参加什么样的类型的活动。想要留言说恭喜小 P 破万，我想问小 P 手能比数字9吗？9是什么？什么叫9啊？9是什么？粉丝奖励吧。 9哦，你是说这种哦？这个这样算有过吗？我有点困难，这样看得出来是9吗？这个比得过，花了一点时间，所以我们就累积一个。好，下一个是690留言说恭喜小 P 破万，小 P 有留过刘海吗？我有留过，然后是长头发的。照片资源。有。是多久以前留的刘海？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想要走些什么样的风？流浪汉风。书本家说恭喜小 P 破万，我想问小 P 有没有压牌器？我没有用压牌器的习惯。那我自己在打牌的时候呢，我的习惯呢是左手会把牌稍微的盖住，但是一定要露出牌啊，这是一个重点。然后呢，用右手去抓筹码，这是我的一个个人习惯，会让我觉得比较安心在牌桌上。所以如果今天只要交换过来啊，我只要用右手摸牌，左手拿筹码，我就会觉得怪怪的。A 留言说恭喜小 P 破万，想问现在的你，扑克和女友会怎么选择？扑克，但还有什么好问的？女朋友掉到海底，但是现在有决赛，但是决赛都打完，再去救他。还好现在女友刚好在打比赛。因为在打比赛。小 P 如果落海的话，可能也会变浮尸。女友也是打比赛优先，那很好啊，那很棒。下一个留言是麻烦后置帮我这一段上感人的音乐。Gisper 他留言说恭喜小 P 破万，我想问小 P 的是，你认为天才和努力又有热忱的 rap 之间的差距有多大？我知道小 P 认为扑克就是比谁更努力就会更有优势的游戏。这问题好长。问题提及的也是能稳定盈利的 rap， 不是指多数玩家。我也是多数玩家中的一员，目前打牌是盈利的状态，但相比出去打工的收入还差一段距离。无论未来我会不会持续打牌，我继续学习扑克知识，这点是不会改变的。尽管我知道自己很大可能会无缘扑克顶流。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粉丝，很高兴认识。最后他用一句话：你的生活，我的梦想。请你记得，你的观众中永远有一群把梦想托付给你的人。哇，我要哭了。可是他有一个问题是，对他问说，请问你认为天才和努力又有热忱的 rap 之间差距有多大？
我觉得这有很多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认为努力在扑克上绝对会比天分来的有用，因为我觉得天分有点像是运动员，就是说你出生来你的基因就是特别适合跑步，特别适合游泳，或者是手特别大适合弹钢琴。那我觉得这是在特别的专业领域的话，生理上的优势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没办法做后天的改善。但扑克的话，就是你只要做出学习，做出记忆，我不觉得有生理上的限制啊，这是第一点。然后我也会希望呢，你改变一下你的身份认同，你不要一开始就觉得我不行，我不会在这个地方有努力，你也要告诉你说你可以，然后你会去尝试。那我觉得这是我听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你不要觉得自己不行我都可以，你一定可以。还有一个什么问题，我记得还没回答。没有，就一个问题，他后面就是一些感人的话，有感动到。有，我刚刚快哭了，真的。我其实超级情绪化的，我有时候在跟大家讲话，在开会的时候，其实讲到一些东西，我都会想要流泪。下一个 YC 留言说：“恭喜小 P 破万，我想问小 P 什么时候才能再办一场见面会呢？”见面会其实我觉得随时都可以办最主要是看大家想要参加的这个是什么样的类型比如说跟我一起打牌，或者是座谈会，或者是一些像是之前那个高尔夫球的形式。那我觉得只要是大家愿意参加，然后认为形式是有趣的，我都是可以配合，只要不要在大赛期间了。好，那大家如果想要小 P 办见面会，都可以留言哦。下一个刘俊宇说：“恭喜小 P 频道破万，我想问一下，如果学习上来说，除了看教材，还有其他什么建议吗？”如果你没有预算的话，我的建议是直接找一个导师，因为扑克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东西。那我觉得这跟生意创业一样，就当你今天要学习一个很难的项目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一个导师是最可以让你进入状况，然后可以用最快速的方式去学习到正确的策略。很多人会认为说，我只要重复做一件事情，就会达到一样的水准，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错误我最常举的例子呢，就像是你开车10000个小时，你不会成为职业赛车手；你煮饭煮10000个小时，煮10000次，你也不会成为一个米其林的厨师所以花多少时间跟你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成果呢，是并没有一个直接的关联，反而是应该要提高自己的学习的维度知道说你要达成这样子的目标，你应该要学一些什么。那我觉得这个方面的话，不仅是在扑克，在工作上，在职场上，我觉得都是一样的概念。陈景熙问说：“恭喜小 P 破万，想问小 P 炸胡的时候都在想什么，让自己心跳不要那么快？”在炸胡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你要认为这个牌面适不适合让你炸胡。那如果是的话呢，你就要必须踏出勇气去炸胡。那我的建议呢，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是一开始呢炸胡都比较少，因为都害怕被抓嘛，有点是害怕失败的感觉，所以你必须要踏出这一步。那我觉得你可以用几种方式比如说用乱数的方式，假设你看到你的手表是7、8、9，就一定要炸胡。那如果说1到6就不炸胡，就是可以用一些方式让你增加你炸胡的几率。当然你炸胡的时候，你只要想的就是对方千万不要跟住，吸引力法则，对方不要跟住就会成功了。他是问你说有什么方法不要那么紧张，他会心跳一直跳，就是多练习几次这一定会紧张包括我也会紧张。如果说你被抓了，你就要知道说对方的手牌是什么，然后合不合理。我觉得你可以做下一次的炸胡的评估适不适合炸胡，我觉得都是一个学习的经验，所以不要害怕失败。我在想观众在问的是那种合牌，然后100个大盲的底池，然后直接 all in100个大盲这种整组 all in， 我觉得这个会很紧张是没有错，就是你必须要去克服这个感觉。那我觉得这跟任何的，包括说我最近在练习这个演讲一样，就是你要克服这个恐惧，就只能是让自己多进入到这样子的状况，然后这个紧张的感觉会一次一次的缓解。你每一次都会紧张是没有错，但是你的这个紧张的程度呢会好很多。伟嘉问说：“恭喜小 P 频道破万，想询问刚开始接触扑克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自己的扑克偶像，或者是牌桌上有没有碰到不喜欢交手的职业玩家？”我自己在牌桌上，我觉得我不会有特别的偶像，因为我觉得很多扑克偶像呢，他会成为这个大家知道的偶像，可能是因为有很高的曝光，但是他并不一定是一个最认真或者是最喜欢扑克的人。那我自己在牌桌上，我觉得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废话太多讲一些有的没有。那我觉得讲的好笑可能还说得过去。然后有一种人就是喜欢去讲很多垃圾话然后把你弄得很肮然后讲一些有的没有的然后让整桌人都不大舒服。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的策略呢就是你可以戴你的抗噪耳机，然后就可以暂时的听不到他讲话。我讨厌什么玩家，你让谁跟我讲话，然后我把耳机戴起来，你就知道他是我讨厌的人。上次小 P 在直播，观众问类似的问题，问小 P 说有没有扑克的偶像，然后小 P 就说，如果要成为扑克的偶像，要有以下几个条件，那就是我对，就是要很认真，要打很多扑克，然后要喜欢扑克，然
后要做扑克的 YouTube， 然后开一个扑克的公司，那就是我。下一支影片呢，是我去年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参加了这个 Bellagio 的 WPT 的赛事，参加这场赛事呢是1万美金买入的豪客赛，获得冠军。那我单挑的对手呢是 Steven Chweik。这场赛事呢有非常多厉害的玩家，顶尖的玩家，然后人数非常的少，然后顺利获得冠军。然后这支影片讨论度最高的呢，竟然不是手牌，是这个很丑的奖杯。直接说很丑吗？那这支影片呢，在单挑的时候呢，我们有记录了非常多有趣的手牌，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学习单挑扑克的话，欢迎点击这支影片，然后重新观看一下啊，学习一下单挑的状况。RR Makoto 留言说：“这是股东会的纪念品吗？”这不是啊，这很难看啊。他想要骂这个奖杯很难看的意思是啊，没办法啊，他给你的你可以不要啊，可以不要吗？大亨留言说：“干掉偶像。”是啊，就单挑，我要讲什么？我没有讲错话。是这样，有累积到第2个吗？有累积到第2个。好了，这个累积一下好不好？累积一下。To the Moon 留言说：“请问助理还缺吗？”我们可能缺一些对扑克有兴趣，只要能够帮助我们公司成长，欢迎加入我们燕汉娱乐有限公司。那请问要应征的话，要去哪里找？如果你认为你的专业能够帮助我们在扑克路上走得更长更远的话，欢迎在 Line 留言啊，你的资料，然后跟你的专业，跟你能够帮助我什么，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家庭。文阳说：“恭喜小 P，by the way， 头发很酷。”头发很酷哦，我说他头发很尖吗？很乱吗？不是他，是你。我知道啊，我每天都这样啊。小 P 那部影片头发比较乱。哦，是吗？没有，那个是小 P 刚睡醒的那支影片，我记得。接下来这支影片呢，也是在 WPT 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同一个期间参加的1600美金买入的快速赛。那我最后面呢是获得了第3名。那这场影片呢讨论的重点呢是在剩下3个人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个我觉得不爽的一个事情啊。这2位玩家呢原本要跟我要求要谈分钱、谈协议，但是我回绝了他们，所以他们2个做出了一些很诡异的举动，然后想要把我淘汰出局。那特别的就是那一手牌哦，是小盲跟住，然后大盲过牌，然后到摊牌的时候呢，小盲位摊牌，他中了一个中对还是底对，反正他赢了。这个时候呢，大盲位开牌啊，开 AJ， 他就想要告诉他说，我有一个很强的牌，但是我没有加注。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不能说他违规或是干嘛，只是我觉得这个行为呢，其实是非常的不合理啊。当然我自己淘汰出局了，当然我也没有说什么，所以我一淘汰了之后呢，他们2位玩家就直接分钱。观众对于这样子的行为呢，各有各的说法。那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在这边讨论，也没什么问题。然后争议点大概就是这个地方了。接下来的留言会比较辣一点。来啊！真的是我念出来嘴巴也是有点软。不会啊，以我知道的，没有什么不敢讲的。民进党留言啊。自以为打得很厉害的人都不会想分钱，很顾人怨，这种人被夹杀也不意外。我先走了。我自己觉得自己比较厉害啊，当然啦，我觉得厉害我才不会跟他们分钱啊。但当然打牌就是有风险嘛，不管你再怎么厉害啊，你都有机会输嘛，这是一个扑克的魅力啊，任何人都有机会赢。所以我当下就是输了，我也没有说什么啊。网友这样留言你是 OK 的。这种网友留言就是很情绪性的字眼。王大强留言说，这牌桌上的策略很正常啊，只是现场在出局者面前握手，就是真的太针对了。有人会觉得说淘汰出局之后立刻分钱，会不会让人家觉得很伤害别人的感情？但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因为这个就是公事公办嘛，他们打这个也不是为了针对你啊，就是谁只要活到第3名，如果目标就剩下2个人分钱，那很不幸的就是我就是那个第3名嘛，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没有到很受伤。但我觉得他需不需要等我离开再谈分钱，我觉得没必要。这跟在我在 SNG 一样啊，就是你只要觉得这个是你认识的人，然后你觉得对方也打得不错，你觉得没有必要打，那你们要直接谈分钱啊，我淘汰了第3名，我就可以跟他分钱啊，这个一点都不伤害人，所以我觉得还好。阿神留言说，自以为很强拿第1名，结果打扑克欠缺运气，不管实力有多强，都强不过运气。我跟你讲，运气就所有人都会运气好，所有人都会运气不好的时候，差别就是当我们今天在运气好的时候呢，能够多赢，然后运气差的时候能少输一点，那我就觉得是厉害跟不厉害的差别。运气长期来说，每个人都是一样，技术还是最终的决胜点。Eric 说，换个角度想，对手或许也知道实力上会输，那争取自身最大利益好像也是情理之中，是很合理啊。如果说今天我知道跟我打的这个对手呢，可能是世界前3、前5，那我觉得我也会主动的跟他们
谈分钱嘛，因为其实在牌桌上当下的情况下，你没有明显的优势的时候，其实就是看谁牌运好一点。在这个顶尖的扑克的赛事中呢，如果剩下的都是职业玩家，大部分啊，我不敢说全部，但大部分都会谈分钱。那取决于就是桌上还有没有一个比较弱的对手。那这个强弱就是相对的嘛，只要对手比你强，我觉得想要去谈分钱是合理的。那我觉得其实以我现在的角度，我觉得谈分钱，如果说他要能够说服我成功的接受这个协议的话，必须要给我一个很好的条件，我会觉得说，其实也没有必要打，但因为给我一个奖金是比预先原本还要拿的钱啊，拿到的报酬还要多很多的话，其实我是会考虑。但我知道当下他的意思就是照筹码分，那我当然不愿意。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留言，想问小 P 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只累积了2个礼物要送出去嘛，那我们再多送一个好了。那多送的这一个就是小 P，你今天印象最深刻的留言是哪一个？很感动的那个，马来西亚的粉丝。好 ，OK， 我们再就是跟这位粉丝联系，看要怎么联系他。可以送给他。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你对于今天的这个企划有什么想法，喜不喜欢。然后未来呢，我们会制作不同类型的这个扑克影片。那我觉得不仅限是扑克啊，有可能是各式各样。你想要我制作什么样的内容的话，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给出你的建议跟想法，我们都会参考。那如果你有扑克相关的问题想要问我的话，欢迎到我们的 DC 手牌投稿区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那我是小 P，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分享，大家拜拜。